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在俄乌冲突发生1年之际我们看到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使用无人的装备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先说无人机，因为在冲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乌克兰呢基本上就丧失了制空权，因为它的机场被占领或者被这个毁坏，那么飞机呢也被大量的毁坏，所以它的战机基本上不敢升空，一旦升空呢，可能就有灭顶之灾，所以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但是呢，乌克兰利用这个无人机对俄罗斯这个方面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或者是这个威胁。因为我们看在具体的使用中，它的无人机包括美国给它提供的就是弹簧刀、凤凰幽灵这种小型的，还有土耳其提供的TB2 这样的大一些的无人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在清除就是一线的前线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一线高级指挥官上面就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之后，用无人机察打一体，然后呢来就是定点的清除这些指挥官，那造成群龙无首。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用这种无人机和无人艇的配合比如说指引目标或者是直接的攻击目标，那么袭击了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军港，那使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的很多舰艇不敢贸然的出动，所以呢也可以说为自己争夺制海权上做出了相应的就是无人装备的这种贡献。还有呢，就是在它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中它实际上还就是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些就是类似于指挥所后勤保障基地还有一些比如说重要的通信设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都是它使用就是无人机取得的一些战果。那么我们再说，就俄罗斯方面呢，也是使用了无人机，因为他用这个无人机呢，到比较靠前的这个阵地上呢，来侦察搜寻，就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因为获得的美国 M777 这种就是机动性非常好，这个打击力非常准的这样大口径火炮，包括一些西方提供的比较先进的这个导弹或者是雷达那么这些阵地呢，实际上俄罗斯并不是靠卫星发现的目标去攻击的，而是用这个无人机在就是这个可疑的区域里边进行盘旋、进行侦察。因为无人机可以在空中有更长的滞空时间那即使是就是被对方发现，它由于是处于低慢小这么一个行动或者是这么一个样式，也不太好打它。那它就发挥了首先是发现目标，然后呢及时的打击目标这样一个作用。包括就是对这个西方提供的一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在运输的这个过程中，无人机呢实际上也起到了就是侦察、监视、打击的作用。还有一些无人机呢，由于它的造价比较低廉，虽然它噪音大但是呢它就是造价是比较低廉的，所使用材料或者是这个科技的这种就是设备的占有率在这个无人机上体现的不明显。但是呢它基本上察打一体，就是针对着某一个目标导航过去之后就一头撞下去，比如说把对方的这个变电的设施或者是一些基础的重要的设施、能源设施，它就是察打一体就给毁掉了，那也给对方造成了就是后续的生产或者生活或者军事这个通信上的这些麻烦，或者是这个更大的这种损害。我们看到就是无人机呢，确实在俄乌冲突中呢起到了很多就是有人机它无法起到的作用。因为毕竟有人机它一个是造价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一旦被击中或者击毁，那就是这个有人员的伤亡，而无人机呢最起码是没有无人的这种伤亡。那既然大家都看到了无人机有这样的特性或者是特点，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后怎么样去发展无人机。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这支无人机的部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管理、维修。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呢，英国呀，它的这个直升机部队是陆海空三军集中到一起啊，比如说在某一个基地里边啊，只要是海王型的直升机，那都在一起培训或者是这个维修保养。那这样就节省了资源和经费，不要搞的就是很多的摊子，小而全，小而散。那么比如说，如果是山猫型的啊，这种轻型的直升机，那也是陆海空三军啊，都集中到一起。它这样呢，可以节约资金。在维修方面，反正都是同一类型的啊，这个机型无非分到陆海空三军，它是采用这样的办法。那作为无人机啊，到底是把陆海空三军的无人机都集中到一起来训练、维护保养，或者是升级改造，还是说把它分到陆海空三军里边，各自为政啊？这实际上是通过俄乌冲突啊，给各国啊，就是无人装备带来的一种启示。还有呢，就是现在的无人机多数是低慢小，就是低空慢速啊，体积小。事实上在现实中呢，这个无人机呢已经有高大上的了，或者是说这个速度快啊，飞的高度既可高也可以低，而且呢体积也可以比较大，功能也更多。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体系，就是大中小我都有，快的慢的我都有。那么功能呢也非常多啊，就是既可以侦察，还可以打击，还可以无线电的中继啊，或者是在空中啊，就是监视侦察的滞留的时间更长。从过去10几个小时到现在几十个小时，后面呢可能有几天几夜的啊这样的就是长时间滞空的这样的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啊，就将来使用无人机和这个无人机和有人机的配合，无人机和地面装备和水面装备的这种配合，也带来了很大的空间啊。这个是关于无人机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再有呢，就是水中的无人装备，比如说无人潜航器。北约呢向乌克兰啊提供了不少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大中小都有。那么这个乌克兰呢得到以后啊，它一个是可以对俄罗斯的啊，就是它的军港进行布雷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利用啊这些无人潜航器进行侦察，就是一旦俄罗斯的军舰行动的时候，它马上就能感应到，或者马上就发现啊，采取相应的这种措施。再有一个呢，就是用水面的无人艇，因为美国给它提供了啊，给乌克兰提供了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艇，速度非常快，可以跟踪大型的水面舰艇，那它就可以为岸上的就是岸舰导弹来指引目标，就是它像一个影子一样跟着啊水面上的航行的这些驱逐舰、护卫舰啊，然后由就是岸上的啊这些岸对舰导弹进行打击，就形成了对舰艇的就是非常精确的指示目标。那也有可能呢，就是给这些无人小艇上就是装上爆炸物，那它就可以直接的啊发现目标，敌我识别之后就可以撞向目标，就直接可能造成啊这个舰艇的损毁。所以无人的艇不但乌克兰利用了，而且俄罗斯发现之后呢，也在利用这种无人的艇，比如说装上这个爆炸物，然后呢把它引导到一定的地点啊爆炸固定的这些军事目标，或者是重要的需要打击的破坏的这些目标。那我们看到就是无人的潜航器、无人的小艇啊，也在随着它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和这种空中的无人机的配合，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俄乌冲突1年以来，双方啊在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啊，那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给世界各国的军队提出了今后如何发展利用无人装备这样的启示。再有一个呢，就是有了这样的装备，如何分配到各个军兵种里边去使用，然后如何把这些不同区域里边使用的，比如说空中还有海上
还有地面啊，这些无人的装备如何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好的体系的能力，这些呢都是俄乌冲突给世界各国军队带来的启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